未來如果要爭霸什麼？要爭霸太空。我們之前講過了，不管美國去攻擊委內瑞拉，或者是美國去攻擊伊朗，它其實先遣部队什麼都是太空軍跟它的网际網絡部隊，也就是現在誰掌握網絡，誰就掌握天下；誰掌握太空，誰就掌握這個世界。還有一個關鍵就是你要去處理這兩個部分，你的重點都在算力。所以石頭剛剛講，不管在軍力，不管在國力上面，今天都跟台積電是有關係的。今天就像講，我在 SpaceX 我要上市了，甚至今天我的運算我也要打到太空了，甚至我現在的邊緣運算也都要進來，所有東西都跟算力有關。所以今天設備全部一飛沖天。沒錯，你要想說，SpaceX 如果真的要上市，那關台灣什麼事？我們這樣前一陣子我們不是講嗎？這個 SpaceX 的這個伊隆馬斯克不是說他要自己蓋晶圓廠？寶傑，你要了解他為什麼要自己蓋晶圓廠，因為他就是拿不到台積電的產能嘛。所以這意思就是台積電的產能是全世界兵家必爭之地，爭到連伊隆馬斯克都要自己下來蓋。那你知道，當然低軌衛星來說，絕對是全世界的賣點。你可以看現在低軌衛星在戰場上面多好用。我們不是講啊，在整個伊拉克戰，在整個伊朗戰場，在整個委內瑞拉戰場，在整個這個俄羅斯戰場、俄烏戰場來說的話，都是你要有时候那種無人機，你要自己讓它飛出去啊。也就是你今天如果沒有低軌衛星，你的無人機就是一個單纯的機器，你根本英雄無用武之地。你在等於說你的徵收，你的所謂的鎖定，你剛剛講現在的獵殺已經在空中獵殺了，它的擊殺鏈已經是低軌衛星了。也就是我看到什麼就送到低軌衛星，低軌衛星馬上傳輸下來，根本不用回到聯合總部。对，現在美國的很多這個無人這個所謂這個自殺式的無人機都是這樣，它上去之後，其實它當然靠自己的偵測，但是如果發現到一些目標的時候，是透過低軌衛星跟它通知之後，它飛到這個應該就戰的位置，再進行一個擊殺。所以你看，這些其實你為什麼無人機或是很多路面上或是空中的武力能夠發揮這麼大強大的力量，都是因為有一個載台在上面，這個所謂低軌衛星可以通知它，讓它進行一個發動攻擊。所以你看，很多畫面裡面都告訴你，沒有低軌衛星來說的話，你在戰場上面幾乎是完全看不到。所以你看，為什麼這個俄烏戰場來說，後來烏克蘭會慢慢扭轉，就是它有低軌衛星，然後沒有低軌衛星之後，你看俄羅斯不是就佔優勢？所以很顯然，這是個重點。那低軌衛星來說，它不是只有用在現在我們已知的這個軍事上面，實際上在未來，而且你知道未來，包括說像在很多山區，我們沒有訊號的地方，我們也是用低軌衛星在通話，它就是類似個衛星電話。也就是你這背後，其實它都要大量的算力，大量的算力以後，現在剛剛講的，你不是跟着台積電，是所有的設備廠商都要跟上來。因為台積電，因為他們很多晶片是要台積電生產，那台積電生產的時候就要有各式各樣的設備就出來，所以為什麼設備股會那麼好？因為你也知道，伊隆馬斯克也要搶設備，他現在蓋廠也要搶設備，台積電也要搶設備，大家都要搶設備。設備廠商他過去幾年哪有增加那麼多產能？沒有，所以變成是說有設備的人現在奇貨可居，所以你看為什麼那麼多設備股會亮燈漲停，或者往上衝，變成是短時間的焦點，這也是個非常大的原因。好，回來講到太空，大家覺得跟台灣有關嗎？沒有，你說原來很多的設備是台灣的獨家。最近很夯的也是低軌衛星的概念股。那台灣呢，這個族群裡面的股王是昇達科，外資給它的目標價是超過2000以上。為什麼？因為它的強項技術呢，就是呢微波高頻。那主要現在制霸全球的產品呢，就是波導管。這波導管我們不要把它想得太深奧。簡單的比喻呢，像是一個水管。水管有什麼值錢？做水管為什麼股價可以上看2000呢？好，裡面它有4大優勢。第一個呢，它必須做到就是長距離。大家想，你把低軌衛星呢打到外太空之後，這距離呢其實都是幾百公里到1500公里的。那訊號要跑這麼遠，還要穿過大氣層，你要怎麼樣呢？讓這個訊號不衰減、不流失，這個就很難了。所以呢，第二個就是它必須要耐高壓。既然是水管可以想象呢，這個所謂的毫米波，我們就是用高壓水柱在裡面衝。那你這個水壓要怎麼樣呢？能夠承受得了。第3點呢，就是低損耗。那其實講到呢，這個低損耗就是它的一個管徑的內壁它其實必須要極度的光亮。你不能有任何一絲好像這個像是沙子一樣粗糙，因為這個訊號呢，它就會在裡面亂反彈、亂發射。那舉例來講其實它必須做到這個尺寸的公差是在呢10微米以下。我們人類的頭髮這個直徑大概就是呢差不多100微米。所以10微米等於就是呢，你要做到比頭髮還要精細，剩下1/10。对，否則呢，裡面的讯號一打到，它好像就水打到大石頭，它就會亂發射了。好，所以呢，其實這個部分，難怪我看到說這個波導管裡面
要做的比鏡子還要來的光滑。對，而且剛剛講的，他等於說要比紙張還要來的更平。他說要到平到什麼程度？他說你平到就像一棵大樹，你不上面你連多一顆灰塵都不可以，都不行。对，所以呢，还有第4个非常难的地方，既然要做到这麼新、这麼精細，那還有一點就是它的重量就像鋁箔一樣輕，非常的輕。好，所以呢，結合這幾個優勢之後，做這麼精細的東西，可以做到這麼精細，但是呢，能夠做得出來，其實有一些實驗室在做。但問題是，昇達科現在是呢，每年你要生產到這麼精細，像大樹一樣穩定，像灰塵一樣的精密。可是呢，你必須要呢，一年要生產幾萬量化。對，量產要每年幾萬個交付給客戶，所以一般呢，你只要打到這個國際大廠供應鏈其實很難被替換。那這個代表呢，它不僅是現在有商機，因為我們知道，美國未來要發射100萬顆，中國也跟它拼下去了，要發射呢20萬顆。對，那以後呢，其實每到5年或6年一個週期，這些低軌衛星又需要呢重新再去做發射，所以這代表是一個呢比較長遠的商機。那再來，我們談另外一家公司。所以讓我常常看，就是說你們在講的那些股王，都是看起來我可能連知道都不知道，可是沒有想到它的獲利居然這麼可觀。沒錯，而且大家已經是看到它未來數年那個可能獲利像指數級的爆發增長啦。那我們再來聊另外一家公司，我覺得也很特別，是華通。華通呢是在全球的印刷電路板 PCB 當中呢，它就是深耕一個領域，叫做 HDI 板，高密度互聯技術。那其實呢，印刷電路板這個大家如果把這個家裡面的 PC 拆了，你把主機板上面的這些微小的電子元件都把它移除掉，那個就是所謂的那個印刷電路板。那一般把它稱之為就是呢電子工業之母，因為它必須承載很多的電子元件。可是那不是很基本的東西嗎？完全正確，這個沒有什麼特別，沒有什麼難。所以呢，一般的板子大家都會做，可是你要做 HDI 板全世界獨大而且最強就是華通。這個技術其實呢，應該要說到就是根源於他的前任董事長吳健董事長，因為他本身很特別的個性，算是一個神秘的老闆，通常不見媒體，幾乎也不見金融圈。那他甚至呢，連客戶要拜訪他也不見嘞。那他見誰？見他們的設備商。因為每一次設備商來開會呢，都會帶來最新的設備，跟他討論技術。所以他喜歡技術，他是一個技術狂。所以呢，如果到華通去拜訪這家公司啊，上從董事長、副總階級、高層主管到一般作業，你有點認不出誰是誰，因為大家清一色都穿制服。對，所以這代表其實講到華通呢，業界都認為他們就是一個非常低調樸實的文化。對，好，那既然講到這種高密度互聯技術，它其實就是用雷射鑽孔，讓很多呢很細密的訊號通過之後呢，再用呢所謂的一個砧板法，讓它從1層、2層堆疊到10層，這有點像是呢。你夾心餅乾如果做越多層，你就有越多的內餡嘛。對，那代表就是說，你就可以承載更多的電子元件，讓更多的一個訊號能夠通過。那其實一般做到10層以上的話呢，就需要大概100道以上的製程技術了。所以那個就是一個非常高的生產門檻。因為講如果你100道的程序，你中間只要是90%，你這樣乘下去，你的良率就變得非常糟了，就代表你每一道的程序100道幾乎都不可以有誤差。對，每一道都難，那每一層都難，所以你做到10層，甚至呢你做到20層，這每一層你都必須要做到精準。好，所以我們講呢，這個 HDI 板呢就非常適用在呢一些高精密度、像輕薄短小的工具。所以上一次華通的高峰會出現在哪？就是蘋果的 iPhone 手機主板。它當時就是呢，蘋果 iPhone 主板最大供應商。對，不過當然現在呢，消費性電子產品就比較飽和了吧？那就發現到了低軌衛星。其實低軌衛星大概我記得沒錯的話，所以低軌衛星未來的量是真的很大很大。而且呢，我記得沒錯的話，像馬斯克在2015年他早就有這個要發射低軌衛星的構想。對，你也可以說它是一個夢想。可是這個當時華通前任老闆就很有遠見，他覺得這是一個很龐大的商機。對，開始。低調的鴨子划水，開始跟馬斯克密謀，要怎麼樣呢？在這個低軌衛星用 HDI 板，因為我們講 HDI 板就是要高密度互聯，而且現在到第3代的衛星它其實非常需要減重，因為呢重量已經高達1500公斤，那你只要每多增加1公斤，其實都是幾萬塊美元的成本，所以如果能夠減重，那不就又回到怎麼樣呢？讓我的板子做的呢越輕薄，好，但是呢又能夠傳輸很大量的一個訊號。那它目前呢，其實主要切入到低軌衛星大家一定要分清楚哦。我們講的低軌衛星的板子有分呢地面板跟天上板。
其實地面板跟一般的網絡科技在用的沒什麼兩樣，就是網通板那個現在已經是在殺價競爭的市場了。但是做到天上板就難了，因為天上想也知道嘛，你打到外太空去，溫差很大，還有輻射的問題，還有克服剛才講的重量的問題。所以現在華為通幾乎在天上板它的市占率是90%。這是它未來呢一大成長動能。那再來呢，第二個動能就是在於，其實它也吃到 AI 現在市场。以前的一般伺服器大家就是要那個板子反而是要穩重那其實它不需要什麼精密，但是現在 AI 伺服器算力無極限在增長，同樣又回到它怎麼樣能夠呢？其實放入這個更精密的 HDI 板。那目前呢，其實華為通打入就是呢，算是 AI 伺服器的2大最難最高門檻的這個心臟了，一個就是呢這個加速器模組，另外一個就是在通用基板。那這一塊目前市場上國內幾乎也是沒有對手所以為什麼股價呢？我們剛才講的昇達科也好或華通也好，大家看這個股價今年以來這個漲勢都非常兇猛最主要都是在反映未來的成長還是呢未完待續。好，你剛才講的是我們之前講說我們去亞利桑那投資，對，本來講出去好像投資被逼着去被逼着去，現在在炒上也去，可沒有想到去那裡。他們生產的東西，其實現在已經跟美國緊密連接。剛剛講的美國的軍工，而且美國最先進的科技的東西都是在那裡生產的。對，沒有錯。為什麼台積電要去 Arizona 設廠？就是因為產能缺到不行啊！而且呢，這麼多的工程師以及設備廠商到了這個 Arizona 去之後，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比如說，很多工程師都在那邊洗乾都生了300個，很多啊。然後呢，還有什麼？寶傑哥，你知道嗎？因為有這個 MLB 美國職棒大聯盟有這個亞利桑那響尾蛇隊，他們還特別設一個什麼台灣日哇，我們還有台積電員工弄跟那個 Fab 21，對，拿一個扛棒在那個地方，哇，很開心啊！這是台灣之光。另外呢，像我們大家都很喜歡吃的像富航豆漿，也跑到那邊去了。富航也去是，对，所以我覺得說這個題材是相當豐富。好，所以現階段來看的話，其實我們台灣來講有3大盟主跑到這個亞利桑那去幫台積電做相關的設備。第一個呢就是德興半導體，第二個是盛輝大艦隊，第3個是所謂的一個崇越。好，那為什麼要設定這3個大聯盟的部分？因為呢，如果說我們在台灣設廠比較簡單，為什麼？因為大家都熟悉政府可能會有一些協助跟幫忙。但是如果到美國去，那些公司都有講，沒人被插我，那公務員他不理我，還不鳥我，那自己想辦法。所以他只能怎麼辦？成群結隊，大家這個打群架綁在一起。所以我們舉個例像因為這3大聯盟當中去最多的是德興半導體，裡面就我們剛剛所提到的，像是這個7734的這個應能科技，我們剛才講晶片這個起泡巧取，它就可以把它做消除的動作。那如果說做偵測動作，就像我們剛才所提到的7721的這個微程式的部分，相關來講的話，我覺得說都是現階段台北股市可以比較強勢的一個相關個股。57台每晚9點，寶傑點兵點出全球戰略新布局。